好，向荣，3个议题，刚刚其实3位都讲得非常的精彩。川普在美国内部所带动的革命，好，结果现在用革命来形容，是因为它可能造成的社会的变动幅度太大了，主流议题改变也太大了。他在国际上面会造成震撼，但是这个震撼是越是他的朋友越可怜。好，那至于呢，在中美之间的话，他的打法会显然跟拜登不一样。拜登就是我阻止你，我阻止你，我用各种管制来阻止你。然后川普是我用松绑的方式让我的公司跑得快一点，用这样的方式来竞争，方法是很不一样的。怎么看？因为川普跟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说他思考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那改变，那刚刚雷健提到就是2025计划。2025计划其实我之所以它是一个惊悚的计划，因为我们把川普的所谓的孤立主义呢，想象成好像呢他就不会插手去干预这个世界。我觉得那个想法太单纯。2025的计划是一个彻底决裂的计划，是跟呢所有的主流思维呢决裂的计划。他是要他一定是有些颠覆性的做法。川普到目前为止，他把美国经营成一个川普的开心农场，就是整个美国呢，就是都必须要让川普开心，川普每一天都必须要开心。因此你会看到现在在选举之后，即使民主党败得不惨，可是民主党精神崩溃的现象非常的明显。民主党在选完了之后呢，所有他的周围的团体呢都弃守。没有任何的反制的力量，跟1.0啊，川普胜选的时候大规模的反川普的行动马上在街头出现不一样。这次街头静悄悄的，整个的民主党出现崩溃式的反应，这个会持续非常久的时间，是一种的对于自己的价值信念不再坚持，不再牢靠。川普在他的所有的这些的到目前为止所揭露的政策里面，我觉得他只有在2个领域里面呢表现出弹性跟某种的妥协。一个是在你看他的内阁的用人，他在金融、商务跟经济上面他是很妥协的，他是最后才推出来那个妥协，以及讨好华尔街、讨好产业界。表面上是要讨好产业，但是就是他要稳住经济、稳住金融这一块。金融是美国呢最后的武器，他要稳住金融的这一块，金融不能出问题。其实我觉得他的嗅觉还蛮灵敏的。第二个就是说他在处理中国问题，不管是马斯克、川普，目前每一天呢就是呢，反正发一堆推啊，发一堆的贴文，讲一堆的话，骂一堆的人，破坏一堆的东西。可是牵涉到中国的时候，2个人呢都极端的谨慎，极端的低调，几乎不敢造次，没有任何对中国不礼貌的言语，甚至邀习近平去参加1月20号的就职典礼。这么疯狂的事儿，就这个领域，这2个领域呢是他的罩门，他一定呢会继续呢在这方面再往前推。可是呢，川普呢终究他要把他的川普价值变成美国价值，让美洲等于美国这件事情是我个人觉得最核心的。当然，对这些事情呢，因为过去我们的思考不多，可是我觉得未来会改变世界的关键的是这个部分，就是不要认为他在性骚扰加拿大是假的，美国加加拿大加起来之后，它就是全世界领土最大的国家，它会超过俄罗斯。他在圣诞节的时候呢，他在 True Social 里头发文，他继续讲，还在继续讲，他在继续讲啊，那仿佛他的耶诞节的许愿一样。来草巴拿马的事情继续讲，加拿大的事情继续讲，格陵兰的事情继续讲，那就很奇怪了，为什么不把墨西哥编52州了？他没兴趣，因为他没负担太大，对，成本太高。对，他对加拿大、他对格陵兰、对巴拿马都有极大的利益。对，美国加加拿大加格陵兰就是稳的世界第一大国，他担心什么？就是大部分的资源筹码都往他集中，他对世界的影响就是当美国上个世纪的，就是说一战结束之后，美国呢走回到孤立主义的路线的时候，他就会当时他还不是个 super power， 可是他会形成世界的影响，就是原来一个主人养了一群狗，主人突然弃养了，那这些狗怎么办？这些狗要不然就是成群结队去当流浪狗，要不然就是寻找新主人。所以你会发现2、3线的国家出现集体焦虑。
不管它叫做印度、叫做日本、叫做德国、叫做什么都一样，他们出现的集体焦虑是一种被弃养的狗的心理反应，就是它必须要寻找新主人。或者他要找到其他的，就是说呢，流浪狗生活的方式，他单打独斗是不行。说明一下，这只是形容词哈，并不是说真的说是这样。不过它是实际上面呢，在过去历史上面就是这样。2、3线国家的焦虑跟中国相对的刻意的保持低调跟冷静的那个观望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也在告诉你，未来的世界里面谁是真正的 player。那这些现在的印度啊、日本啊、韩国啊、德国啊，这些大概都会意识到自己不是 player。那当美国呢摆出一副他要走了的样子的时候，他们当然就很焦虑。印度例外，印度一直要展现他是 player 的这个态度。他当然是够大，但是他现在的发现了他自己的基础条件。我觉得印度这半年最大的改变，装腔作势说他是 player， 算是他半个好，所以半个 player。他就是只能做豪华经济舱，都认为自己坐头等舱。形容的这个比较好，这半年我们在关注印度的时候，我觉得印度这半年的最大的改变就是，我觉得他虽然嘴巴上不讲，可是他在承认他自己的弱点。对。这个是在过去你在看印度的表达的时候不会看到的。这就跟俄罗斯，你看到跟普丁最好的杜金，其实他的态度上面也是承认我相对小了，对，而且我小于中国了，我必须要跟中国紧紧的绑在一起，我才能勉强成为 player。这在过去的印度是没有的，但是印度以前的俄罗斯也不会的。对，现在拜登一出手，阿达尼股票就跌20%。印度的阿达尼，对，所以我们在印度人气死，我跟你讲。对，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事的时候，就是说呢，中美关系呢，它注定是未来的国际政治最核心的问题。我们最近看到这么多的美国的企业界捧着支票，要去为川普1月20号的登基大典捧着支票。那些捧支票，他会说哇，他们现在呢非常的崇拜川普，非常的依赖川普。我认为呢，那个是因为他们对于未来跟中国的竞争呢一点把握都没有，所以他们认为只能够呢借助于美国政府相当程度上面的力挺，是美国企业界呢未来自保最好的方式，不是他们跟川普的关系，而是未来他们在跟中国做企业竞争的时候，这些企业呢都没有底气。大家很难想。让他们这样支票动不动就是100万、200万这样子给川普收得很高兴啊。以前美国总统就职一个企业呢给你开个20万的支票，就是很给你面子。现在每一家都是100万起跳啊，那是单价而已啊。对啊，所以你就晓得这个世界真的是变了。不，因为他们都是司法部的对象。好，来，我们很快，今天的斗内特别的多，当然是黄金阵容的影响哈。Little Man， 谢谢你的斗内，然后 Alex Bean， 谢谢你的斗内，而且他特别请教香龙，中国大陆的6代机首飞。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我告诉你，如果今天我有机会呢，决定了什么是呢1年当中的10件大事，我一定会挑这一件。觉得影响大了，对不对？这是中国或者全世界第一次有一个国家呢发展的未来的尖端武器，第一次超过美国。美国6代机还不知道在哪里。那这个6代机的定义出现跟各位解释一下，它是一种全景式的。这种逆中战机，什么叫全景式啊？我们现在第5代战机的逆中啊，是正面逆中。换句话说，雷达打的时候从正面看它会变得很小，看不到。但全景式的是从侧面、后面、上面、下面，无死角的逆中。对，它的专用术语叫全景式的逆中战机。所以它的全面四面都很光滑，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它有一个新的设计的理念已经出现了。哇，昨天那段影片太有意思了。好，这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好好谈。然后我觉得一个国家里头的供应链它只要完整到一定程度，它所有的科技、军事科技的研发一定会跑在前面，最终一定会跑在前面。这是我一贯的看法啦。就是好，然后另外问说柯文哲有不被判刑的可能吗？他要看未来5年内。在野党跟执政党的势力的消长，来决定他会不会判什么。因为从起诉书我们很明白看到的，
他就是直接抄《镜周刊》来的。那这种起诉书写的荒腔走板，任何一个法官要判他有罪是很困难的，但是有政治压力在，就完全不是一样，不一样，一定要找一些猫腻来判他有罪。那这里面就是说，在野党哪边的政治压力大一点？对，在野党的这个势力如果逐渐的兴起的话，那法官看在眼里面就维持公正。好，然后呢，这个裴汪亮，谢谢你的抖内，然后 Anita 0094谢谢你的抖内，然后今天王炸先抖为敬，完全对了哈。居力，谢谢你的抖内。好 ，Amy 问了一个问题，说美元贬值会是明年的黑天鹅吗？你们哪一位？当然是欠解啊。我觉得它在明年发生的机会很小。好，所以明年继续升值。对，这个要注意哦，现在已经有时间点了，因为已经开始包括了，我看到《伦敦金融时报》也开始认为，川普已经改变了弱势美元的看法。这个是一个短期现象哈，就是当你那种关税效应一出来的时候，美元是必然升值。但是关税效应不可能持之以恒，所以你觉得在明年不会发生？当然。但2026年我们就算很简单了，它关税开始起征点应该今年3月嘛，然后关税普遍的实施都是会半年以上的效应，就拖到了9月嘛。那9月开始又来进入所谓的圣诞季的这个进出口，那时候才比较看得清楚后年的一个美元的走向。但是美元这种一来的话，会有几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说，因为其他的资金会往美国集中，包括我们的郭志辉部长都说，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可以省关税。那你把他当然讲是厂商的一个说法，可是这个不是经济部长该讲的话。这两件事情，那很多的，包括我所知道的Toyota都准备把墨西哥的厂移到德州去了。所以这个它的美元进入这个所谓资金往美元涌动的会出现，那这种资金潮流会使美元维持强势。那美元强势的话，美国老百姓感觉不到输入性的通货膨胀，对它是等于一个对冲的现象，就像人民币贬值会来对冲到所谓的出口关税的出口关税，所以大家都在准备这种对冲的现象。那因为美国为什么关税会有这种效应？条件是美国有庞大的逆差。庞大逆差是资金外流，那逆差的缩小就会造成资金的内流，所以这两个力量会使得美国维持一个强势的。好，至少2025年，对，2026年的话，明年底再来看风向龙凤配，我们再来解答。明年第4季就看得出来。对，没有，不是，我们当然要先预约大家，明年底一定要先看我们风向龙凤配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彼得里收视率暴涨。因为川普每个礼拜都有意外。好。